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转会期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微博战队因为 The Shy 的事情而遭到了大量粉丝攻击。The Shy 粉丝认为微博在转会期中没有给到 The Shy 足够的重视。The Shy 在效力微博2年之后，选择分道扬镳。虽然距离官宣已经过去几天时间了，但微博的官博超话依旧是一片骂声，整个战队的舆论也变得非常差。尽管石头老板连续发文解释降薪、买人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极端粉丝却依旧不依不饶。确定休赛之后的 The Shy 已经回到韩国，将重心放在了直播上。在前几天的直播中， The Shy 表示自己每天需要直播6个小时，并且在这期间还有尽力学习中文。The Shy 脱身而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微博就惨了，不仅要挨骂，粉丝还大量取关，甚至连周边都被退款。从11月11号凌晨官宣 The Shy 离队之后，微博就被极端粉丝持续嘲讽，旗下所有官号都开始大批量的掉粉。截止目前，微博官号从原本的204万跌破200万，超过4万之多。而小破站的粉丝数在官宣当晚就取关超2万，经过1天时间之后，从81.6万掉到了74.5万。而上述2个账号还不是最离谱的，某音的视频官号只能用夸张来形容。在 The Shy 没有离队之前，微博有84.1万多的粉丝，但离队2天之后，粉丝数量已经骤降至67.8万，足足少了16.7万之多。这3个平台加在一起，微博2天时间总共掉粉超28万，而且还在持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微博这边说转会期一开始的时候就给 The Shy 开出了1200万的底薪，但 The Shy 这边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后续微博战队签约 ZDZ， 但是告诉了 ZDZ， 如果 The Shy 选手签约的话， ZDZ 得去打替补。然后纪录片的事情 The Shy 镜头非常少，不超过1分钟，不归微博这边管，是 LPL 官方制作的，微博没有有意删除 The Shy 的镜头。The Shy 粉丝认为这只是微博和 The Shy 团队商量好的说辞，认为 The Shy 本来想打的，被微博一通操作搞得没法打，还是认为微博没有给 The Shy 开出好的条件，反而多次找其他上单，最后导致 The Shy 失业。The Shy 在14号晚上是正式发布微博，亲自下场劝粉丝们停止。The Shy 表示说，能够理解众位粉丝心中的不安，但希望真心支持 The Shy， 并且期待 The Shy 能收获成绩的粉丝能通过积极正向的网络评论来展现善意和鼓励，也希望大家能给微博留下善良的评论。后续 The Shy 也是给予微博以高度认可，认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一直以来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总结来说，就是一个下场劝架的行为，这播放在 LPL 赛区也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原因是微博那边多次发声，但不能让 The Shy 粉丝满意，所以 The Shy 选择主动发声。The Shy 的本意是想要体面的休息一个春季赛，但说实话 The Shy 粉丝的这种行为无法给到 The Shy 他想要的体面。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个人认为真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 The Shy 想要什么样的结果。The Shy 想休息一个春季赛，好好学习中文，然后等待机会在夏季赛的时候重回赛场。The Shy 粉丝也应该给予 The Shy 更多的理解，继续纠结下去是没有必要的。毕竟微博战队在刚刚建队的时候就选择以 The Shy 作为核心，放弃了更加年轻的 Bin 选手。在2012年微博战队成绩不好的情况下，微博直接换了 The Shy 的4个队友，并且最终还打进了世界赛决赛。说实话，从过往的这些历史来看，微博对 The Shy 是不薄的。个人认为 The Shy 的这波下场劝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行为。很多时候在粉丝对其他团体施加以网络暴力的时候，偶像是很少能够站出来提醒一下粉丝不要这么做的。 The Shy 这么做了，不管说这个账号是谁在运营，都能代表 The Shy 本人的意愿，这样 The Shy 粉丝也能安静下来，以一个理智的心态去看待 The Shy 的休息。 The Shy 只休息一个春季赛的话，个人认为影响不会很大。我们来算一下时间，今年世界赛结束是11月19日，假设明年夏季赛开赛时间是6月19日，中间就是7个月的时间。如果刨除夏季赛 The Shy 回归与队伍磨合的时间，可能6个月左右。而今年未能晋级世界赛的队伍，早在8月份甚至7月中旬就结束了比赛，到明年春季赛1月份就是接近6个月的时间。这样来看 The Shy 的休息时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未来的 Shy 还是有可能重回微博的。如果微博需要，如果 ZDZ 表现不好，喜欢 The Shy 的可以更多关注他的直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The Shy 之后还会加入微博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